这里4个，整个都没电，只要一通电的话，这4个马上就好。这期是单枪匹马的维修整个小区监控。之前物业有请过施工队来维修，但没修好几个月，一大半监控又没了。物业在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找各种理由推脱，所以这次就找到我这里。我过来之前大概了解了下，这小区总共有9栋楼，每栋有2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大量的网线。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监控给它维修好。面对这么多监控，大伙就看下小胡是如何面对的。首先我们跟随物业来到了机房，当时进入机房一看屏幕的时候，我就到这边棘手了。这个录像机只有2个画面，那么说明在我之前肯定还有人来维修过，所以我就问了下物业。这边是你删掉了吧？这边没有啊，没删过。没删，但是它这边一般删的话，它没删的话会出现网络不可达。这我是。现在总共有多少个监控看不到？能统计出来吗？你看这些是没删的嘛？1、2、3、4、5、6个是没删的，无网络视频就是没删的。这里的没人动过。一听说没人动过，难度一下加倍了。这么大的录像机，不可能一开始只有2个摄像头，所以我只能进录像机里面看下通道里面到底能收到多少个摄像头。这些设备已经被其他录像机添加上了，这么多啊！3网段的，1网段的，你再看下其他的，通道管理，你这个是1网段的。当时我看这些监控信息，完全是一头雾水，1网段怎么还和3网段混在一起了？看来之前的维修师傅已经彻底把线路给扰乱了。但这个还不是棘手的，更棘手的是，你别看这些监控，它画面是好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可能就随机断开了。我放大后才发现，这些画面卡顿实在严重。9秒直接就跳到17秒，你看，21秒变成27秒了。这也是12号楼。这种情况不是那么乐观，所以我就要搞清楚这边的线路布局，看下该从哪里下手。1、2、3、4、5、6，这里我数了下，总共有6台录像机，他们都接到了这交换机上。这里我用电脑加上去，然后打开设备搜索软件看了下，能收到76个设备。这边我用电脑拼了几个摄像头，发现它延迟巨高，甚至有些高达1000多。这也难怪画面会卡顿的非常厉害。但眼下只能先把卡顿给修好，如果卡顿修不好的话，你后期监控还会一直掉下去。我看了一下这些光收发，我怀疑卡顿原因是这些光收发承载不过来导致的，所以我得用电脑接上去看一下这些光收发都承载了多少个摄像头。20个，30个，或者18个。这3个光收发最多的也就接了30个，一般接30个也不至于卡顿成这样，那应该是外面线路出了问题，所以我就让物业带我去单元楼，大概看一下那边的线路布局。2个光收发，这上面这交换机，哎呦，到 B 单元，这个到 C 栋 C 单元，这是几栋啊12栋。这12栋。他一说这里是12栋，果然就和我想的一样，这里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串联点。这个交换机应该是负责这单元楼的摄像头。这么说的话，其中一个光收发又串到其他栋了，那么我在这里应该能收到60、70个摄像头左右。当时我就随机接了个光收发，然后用电脑搜了下，发现这光收发它只负责7个摄像头，那这个还不是主光收发，所以我又接了另一个光收发，然后用电脑测了下，哇，这个直接就收到60多个。一个光收发能收这么多摄像头，看来线路串联的非常厉害。我这边就拼了摄像头看了下延迟，发现情况不容乐观。这延迟到这里都不正常了。一般来说，这种监控延迟都在1、2毫秒，但是这里已经几十上百了，得想办法把这些延迟降下来，不然的话这些监控不好修了。接着后面我就搞清楚他这边所有线路布局，这个过程有点费时间，所以我就跳过了。这里我就把他们全部线路布局都画了出来，然后再指出他们问题所在的地方。这个就是他们的整理线路布局图了，总共有9栋楼，7号楼是监控室
他们的布局是这样的，比如6号楼 B 单元那些路口监控都是到单元的交换机，然后交换机接上光收发，光收发再发到 A 单元的光收发上。我这边放大吧，然后这光收发接交换机，交换机再接这个 A 单元的另一个光收发，然后它这样发过来，发到这光收发上，这光收发又接这交换机，这交换机又接这光收发，然后它又这样发过来，然后它又接交换机上，这个也是接交换机上，然后由这个发到机房。这样接的话，它就串联了太多交换机。不过好消息是，3号楼它是直接到机房的，10号楼也是直接到机房的，8号和9号，还有5号和6号这两个这4栋楼都不卡，这4栋楼都不卡，卡就卡在这2栋楼，11号楼和12号楼，因为11号楼有点特殊，它有3个单元。所以它这边的话，就是路口的监控全部到了交换机上，交换机通过这光收发到了12号楼 A 单元，这光收发接交换机，然后接这个光收发上 A 单元光收发又到11号楼 C 单元的光收发接这交换机上。我这边放大一下，然后再由这个接光收发又串到了这里，这个又接交换机上，这个交换机又由这光收发串到这里，然后又接交换机上，这个又接光收发，最后才串到了机房。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11号楼和12号楼的全部监控。总之这些就是很典型的设备串设备，串的太多导致卡顿。所以目前解决方法就是11到12号楼都要有一条独立的线直接到机房。考虑到这改进的过程有点漫长，所以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给大伙看下改好后的效果。这叶子摆动的程度已经很流畅了，说明卡顿已经完全消失了。这边这个也一样，之前卡的现在都不卡了，就是全部卡顿的都消失了，但这些的话得修。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坏的监控都在哪个位置，所以我们就用了个很笨的方法，我让物业派一个保安拿着扫把在摄像头面前晃悠，然后我人在机房观看画面，如果我能看到扫把，那说明监控是正常的，如果看不到的话，那么监控就是坏的。能听到不？这个是有的，我看到你们上楼了，这个正常。好，去下一个。我看到你了，这个也有。这个也是有的。门口这个正常，下一个。这个也正常，下一个正常。就这样，我们靠这个方法收集到了所有损坏摄像头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些摄像头损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情况吧。没有。这线到哪了？还有空城计这一说。当时我以为这里面会有个交换机，结果它线往地底下走了，那应该是通向其他弱电箱了，所以我只能去下个箱子看看有没有交换机。物业旁边饮水机，看看什么情况？不是吧？到哪的？也是空的。我会以为里面有个光收发或者是交换机之类的，结果没有。那这样的话，这线往里面走，它到底通到哪栋楼的都不知道。它可能是进了这栋楼，也可能跳了那边再到机房，或者说它也可能从这里跳到那栋楼，然后再跳到其他楼。这下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了。这个也是看不到的，过去看一下。希望你这里面有交换机，真的不然。还好你有交换机。不亮，不充电。不充电了？那怎么玩？
不充电反而更麻烦。这电是去哪里取的？确实没电。有电的话它会响。我不知道它的取电是在哪里的，也可能这栋楼，也可能其他地方，也可能断了，但是断的概率也不高。这个也放弃了。当时接连3个地方让我摸不着头脑，不是没有交换机就是不通电。我是到了第4个地方才遇到了转机。哇，终于有交换机了，但是凉透了，没有电，全部都没有电。1、2、3、4、5、6，除到主线的话，修好最少能修好6个。到监控室，这里写着监控室，那么这条线应该是主线了。后面我还在这里发现了之前那球衣的电源原来是通向这里的，而且我还发现泳池右边立杆监控还有泳池左边立杆等等监控主线都是通向这里的，但是不清楚什么原因这些线被拔了，而且全部的电路也被断开了，所以只要恢复这里的电路，那么监控应该能恢复一大片。接着我又来到下个地方，发现情况都是一模一样的。等一下，看这个，这里4个，整个都没电，全部都没电。只要一通电的话，这4个马上就好。所以目前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负责这些监控的电源总闸，看一下是主线路断了还是跳闸了。但他们没一个人知道监控的总闸在哪里，所以这边我只能四处寻找了。我凭着就近取电的原则，看了下附近的配电箱，但是都没有发现标有监控的电线。我后面打算用体运仪来找线的，但是物业电工比我快先一步找到了总闸。这个真的想不到，回复了多个？你看，一拉上电就恢复了，刚来13个，现在多少个？谁能想到？那这条又是干嘛的？我感觉这条也是吧，我感觉这条也是哦，但是我不敢乱接，到时候其他地方漏电还是什么。刚刚也看到这条线，这条线也是，我感觉应该是，但是不敢接，真的不敢接。这个电缆是我们做监控的时候才有的电缆。恢复了多少个？看那个泳池，之前泳池的现在都可以看到了，还有个蛇溜了。其实这边监控主要故障都是电路问题，考虑到把这些电路修复过程都加进来，那视频就太长了，所以这些画面我就跳过了。好了，就给大伙看一下最终修好的样子吧。怎么样？维修监控非常简单吧？